梦妍，来说说你们相处的怎么样？他这个人啊，总是很神秘，很奇怪，好像他有好多秘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愿意相信他说的话。你这个被爱情和美色冲昏头脑的女人啊！不过换作是我，面对像李医生这样的男神，我也会无条件相信他说的话的。你们两个呀，只看外表的女人，肤浅。不是，一开始接近他，那确实是看了颜值，可是后来真正喜欢上他，是因为真真正正的喜欢上他整个人。他正直、勇敢，而且他有一个纯粹善良的心。哎，他救过你对吧？他也救过我啊！我相信，就算路上有个小猫小狗遇到危险，他也不会袖手旁观的。而且他对他的病人都特别的有耐心，他对病重的小朋友可以满足他所有的愿望。我觉得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多么的高尚啊、伟大呀。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心，本心。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永远想着去照顾别人、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怎么说呢？就像计算机程序输入到灵魂里一样，他根本不是刻意去做这件事情的。我看到他做这一切，我才懂他，因为懂他，所以才爱上他。你又怎么了？像林医生这种颜值又高、人品又好的男神，明明献英雄救美的人是我嘛？我为什么没有好好把握好这次机会？哥，你终于回来了。又看吃的。你昨晚没回家？哦，我去公寓那边住了。是女生吗？没有，我一个人。我不信。真的，我一个人。可是你们说，他爱我吗？他都答应做你男朋友了，这不就是明确答复了吗？你们女人啊，太可怕了。那爱这个事儿呢，不是老挂在嘴边的。当然要说出来啊！这憋在心里面的爱啊，就不是真爱。我总觉得他哪里不对，可是我又说不出来。是恋爱中的人吧，是会疑神疑鬼的。不过梦妍，恭喜你啊！经过你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拿下了男神。和我说说，昨天晚上你们俩共处一室，到底发生了什么？哎呦，我真的想不起来了。你还是戒酒吧，别喝了。不过今天早上我们亲了一下。真的吗？好羡慕啊！是菠萝包的味道。哥想什么呢？想您过世了吗？来啦！我叫的暗号你听懂了是吧？是摩斯密码，意思是我回来了。哎呀，我就是想感受一下出差那么长时间回家以后，儿子给开门的感觉。哎呀，哎，快点吧。我做了晚饭啊，但是有点凉，我帮你热一下。哎，好好好。哎呀，没想到回家以后，
还能赶上儿子给亲手做的饭，回家的感觉就是好啊！好吃，真好吃。做的都是我爱吃的。哎，你不吃吗？我吃过了，你吃吧。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莫白，我不在家的时候都做什么了？上班，回家，跑步，攀岩馆，就这些。没有出什么事情吧？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和往常一样。都去过什么地方啊？没有。莫白，你有事情瞒着我。智脑系统的语言分析速度是0.04秒，从数据库调取机直接回答问题只需要0.1秒，而你刚才用了至少有半秒的时间回答我的问题，这么大的计算量，你在想什么呢？什么都没想。莫白，你不能撒谎，你的系统和程序会让你暴露的。可能是我电量不足，导致的系统迟缓。我该充电了。是该充电了，可是你先吃饭吧，明天再说。哎，莫白，哥哥最近没事吧？没事。你说的是实话吗？是的，博士。智脑的自我学习能力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想，而且居然还产生了自我隐藏功能。你说这个莫白真的跟我们以前的那个莫白越来越像了，什么都不想让我知道，而且他已经开始能够自己联网了，这是他的智脑通过自我改造完成的。也就是说，他现在的智脑能够把所有网络上所有的存储的信息变成他智脑的信息。也许他现在知道的比我还多呢。
什么？它越像我们的墨白，我心里就越不踏实。充电完成。你有事吗？啊，聊聊。这个点儿你不应该在睡觉吗？我这不是睡不着吗？哎呀，只要是有事儿卡住了，我的大脑就没有办法停止工作。你看这个电脑还可以强制断电，我怎么强制断电？我总不能把自己打晕吧？哎呀，但是我也不能把你打晕啊，这样会违背机器人第一定律啊！对，我只是一个比喻啊。哎，墨白，你是什么时候学会自己联网的啊？你又怎么会把你的记忆文件加密呢？你又读取我的记忆啊？对啊。哦，哎呀，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这几天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这样的话我可以帮你改进嘛。之前没有让你联网，只是为了保护你，怕你暴露有危险开门。可是没有想到你居然产生了自我隐藏的功能了。哦，我会自我保护。但是我是你爸爸。你是我身体的爸爸，但不是我大脑的爸爸。但是我是你智脑的制造者呀，你不应该对我加密呀。我刚才检查了智脑系统，我想对你说的是，不是我故意对你加密，而是智脑的自动防御。难道智脑系统会自动给记忆上锁吗？这些天下来，智脑不断地按以前的记忆去学习和处理信息，也就是说，像之前的墨白一样，对于脑部系统来说，你看不到的那些记忆是它的隐私；对智脑来说，如果你强行读取，它就会加锁、加密、启动防御机制。你的意思是说，作为机器人，作为机器人，你已经产生了隐私的概念。人有隐私，机器人也应该有。对，不管是机器人也好，还是墨白也好，那我都是你爸爸呀，是不是？你不应该有事隐瞒我。墨白，你要不要把你加密的那些内容跟我说一说啊？不要了。为什么？因为我是机器人，但我也是墨白。晚安，爸爸。哎，墨白，早。走。昨天没有解决你的问题，看来你没有睡好。谢谢。是啊，后来我只能把自己强制断电。你把自己打晕了。对，我用安眠药把自己打晕了。你几点钟上班？一会儿我同事来接我，可以顺便带你一路。我今天不上班，休息。哎呀，今天我也不上班，正好可以在家陪陪你啊。你刚才不是说有同事送你去公司吗？我说过吗？
哦，那我可能是记错了。哎呀，到底是上了岁数了，不是今天。少吃点安眠药。对。你确定今天没有什么安排吗？你要是确定没事，我可以留下来陪你。我确定，那就这么定了啊。小七，来，博士找我干嘛？小七，快给振一发微信啊，就说研讨会改天了，千万不要来接我，什么事情都不要来找我，就说我有重要的研究。哦，对了，还是老规矩，不接任何人的电话啊。好的，收到。快去啊！冬夜吃这样热腾腾的东西，感觉真好。这时候最好可以热点黄酒来喝。你从来不喜欢看电视，小的时候连动画片都不喜欢看，现在看什么那么认真？你研究的智脑还需要学习，好像少了一些东西。这不可能，我在给你输入程序的时候，不可能有任何的遗漏。再说，你的智脑已经可以联网了，还有什么查不到呢？缺的不是信息，是解读方式。像这种情节，我以前好像会懂，但是现在看起来很难理解。别老动手动脚的。老板，你知道爱情是什么吗？爱情是人与人之间强烈的依恋、亲近、向往，以及无私专一，并且无所不尽其情的情感。你这是百度百科定义。那爱情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公主与王子、爸爸和妈妈。那你的理解呢？我无法理解这些关于爱情的定义。啊，关于这一点，你不要相信网上那些毫无根据的定义啊。其实爱情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人体中一些化学反应而已。化学反应？就是像电视里的这种反应吗？啊，这些都是在演戏，假的。那爱情为什么需要去演呢？爱情不是人类最真实的自然反应吗？啊，这些都是演给观众看的，观众相信就可以了。爱情是化学反应，需要脑垂体分泌相应的物质。对，理论上是这样。那人工智脑可以分泌出这种物质吗？这个我不知道，确切的说，我没有想过。不过，我认为，所有的反应都可以通过情绪来控制。那其他感情呢？比如亲情。你和莫白是父子关系，你把我制造出来，就是代替你死去的儿子。你希望我和你之间有父子之情吗？不知道。爸，你也不是无所不知。人类的情感远比所有科学技术都复杂得多。哎，你去哪儿？我去跑步，一会儿回来。哦，你等我一下，我跟你一起去啊。我换个衣服，你等我一下啊。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拉伸啊，这样的话，运动的时候就不容易受伤。你看这。来，扭扭腰啊。
磨脚尖啊。博士，你行不行啊？别闪着腰了。手臂摆动要有韵律，呼吸要均匀。莫白，你小心！小心什么？林博士的话你刚才听到了吗？关于爱情吗？对，不要让他知道你在研究人类的情绪变化。为什么？人工智能是不可能产生人类的情感的。所谓的爱情呢，从生物学的理论来说，是通过进化的力量主导，通过激素起变化，伴随着爱情激素产生的性欲和一系列化学反应的程序。比如说一见钟情，只在1/5秒内，你的大脑会产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就像可卡因，会有欲望和渴望。我当然可以产生这种物质了。莫白，你疯了！探知一切新鲜的事物，才是真正的莫白。你又要去？我去雨露均沾。我跟你说，我是一个科学家，对吧？我对于这个运动的理论，我肯定是不会错。不过呀，我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啊？你就不能跑慢一点？根据智脑身体机能控制，跑得慢不但得不到锻炼，而且身体的技术含量会下降。我都老头了，这肯定是不可逆转。跑快跑慢还不都是一个样？你说，哎，小七呢？开心吗？好开心！跑哪儿去了？哎呀，到前面去坐一会儿。哎呀，莫白，梦妍。哦，这是我爸。哦，叔叔你好，我叫梦妍。我没事。哦，梦游姑娘。啊？这名字怎么那么别扭啊？你跟我们家莫白是医院同事啊？我们是朋友。啊，时间不早了，怎么不去上班？我在等你啊，给你买了早饭，可是你一直都没来。给，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菠萝包的味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男朋友了，对吗？回忆片段引发程序混乱，请停止。莫白，哎，你怎么了？哦，没事儿。我今天没上班，也没告诉你。停止记忆片段检索，等待程序运行恢复正常。哎，小七，小七，哥，你系统数据混乱，尽快脱身！哦，哎，梦游姑娘，你跟我们家莫白认识多久了？他来医院采访才认识的，没多久。啊，小七，哎呀，小七，我爸他是科学家，每天面对着电脑和程序，你别介意啊。为什么不告诉你爸咱俩的关系啊？现在还不是时候。好吧，由你决定。你还是要让你爸先记住我的名字。是，梦游小姐。我先去上班了，然后下班联系。
引起博士怀疑。谢谢你刚才帮我救场。你刚才表现很混乱。我只是一时无法决定用什么态度去和她沟通而已。她是你女朋友吧？你怎么知道的？你可别忘了，我是智能狗啊！放心，我不会告诉林博士的。谢谢。可是你怎么跟他谈恋爱？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我很困扰。你需要学习。学习啊？中环上下5000年关于爱情的资料，估计可以绕地球好几圈，肯定能找到合适你的那一款，不需要理解，复制就好。你是怎么知道的？虽然不如你先进，可小七也是智能，也可以学习。看来你在家也没少研究，是不是？我好学嘛。走了，回家。走。中午吃什么呢？中午去商场吃吧，顺便买点日用品。好啊，一起去。明明冰箱可以下单，非让出去。我要去充电了，你们去吧。还是那么早啊？去，谁带着？我们一起去啊！走。爸，我们试试衣服吧。啊，好，好。So， 好。爸，这件不错。啊，是不错。爸，试试吧。给我这已经有了，不用买了。你穿吧，试试吧。啊，好，那行。先生，试衣间在这边。啊。你看怎么样？挺适合你的，爸。爸，还有2件。这还要试啊？嗯。哎呀，你说我一个老头儿，也穿不了什么衣服。你看你买那么多，我不就是这个在实验室，有的时候去公司，那也就是概率上来说，也就是50-50。我好长时间都没有逛过商场了，商场变得都这样了。爸啊，去鞋店看看。哎，怎么还买啊？这些鞋跟我的鞋有什么区别？你好，欢迎光临，这鞋两位请还挺好随便选购。您拿个43码的给他试试。好，稍等。谢谢啊。这是我的鞋码吗？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呢？啊，43码我得记下，我的鞋是43码，下次就不会忘了。啊，好，谢谢。哎，我来吧。左脚。来。是儿子吗？啊，对。从来都只看到女儿给妈妈穿鞋，或者爸妈给孩子穿鞋的，第一次看见儿子给爸爸穿鞋。叔叔，你好幸福啊！是啊，合适吗？幸福合适，非常合适。买了。好，我去开票。老板，这都买的差不多了，咱们该回家了吧？还有日常用品。哦，对，日常用品。什么日常用品？牙膏和纸巾都快没了，还有你的牙刷，肯定用了3个月以上。林博士，你对你的日常了解多少？唉，原来都是妈妈搞这些事儿，妈妈不在了，都是一些同事来帮着打理。哼，现在想来，
我连如何生活都不会。不是不能改变，怎么解决？你可以再次选择伴侣，我不会介意，我想妈妈也不会介意。这个我倒从来没有考虑过。那你现在可以考虑一下。以前我一直想把我所有的爱都留给你们，但是却不知道如何表达。现在想表达就已经晚了，我最爱的人已经失去了。你没有失去，至少还有我会陪在你身边。走吧。对。来了，是不是小龙虾来了？你好，您的外卖。这么多天，你就是龙虾配啤酒，颓废单身狗这么过来的？不，配上虐心爱情剧，那才叫颓废单身狗呢。哎呦，爱情就爱情。还是希望你能够稳住精神，减少杀戮，这都多老的剧了，你也太肤每天浅了。的老百姓。我喜欢，你管得着吗？倒退20多年，要是有一个这样的男神，你会不会爱上他呀？哪个女人不喜欢又霸道又深情的男人？哎呀，如果有这样一个男人爱我，也够我活一辈子。可是我觉得这样的男的也没什么意思呀。我喜欢的人也喜欢着我，这是我的第一标准。哟，没什么恋爱经验，感悟倒挺深啊。这个慕容佩林和你爸让我选的话，我还是会选你爸的。谢谢你啊，要不然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这么可爱的我了。哎呀，和那种顶配的男人谈恋爱是挺有魅力的，但爱情里面不需要那么高的配置，累。也就是骗骗你们这些小姑娘，等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就明白了。你给自己找了太多的借口。我就知道，每次跟你聊天，最后啊都会回到对单身人士的歧视上来。哎呦，你都这么大了，你还老黏着你妈，我能不歧视你吗？哎，姐，哎呀，你别急，过几天让我黏着你，我都不黏。这个男人眼光值得商榷啊，品味也一般般。比他还帅？不可能。他正直、勇敢、善良，像会发光一般的存在。他不是那种霸道型、气场全开的男人，但是却有另外一种让人居高临下的气度，让我忍不住就想去仰望他。现实中有这样的男人吗？肯定是你假想出来的完美男主角。当然有了，得亏继承了你的慧眼，让我发现了这颗大珍珠。我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你就等着我把它给你拐回家吧。恭喜啦！需要的时候找我帮忙。来，走吧，跟着啊。不是有2个吗？可是我们俩现在的关系就应该我一口啊，你一口。这种情侣的定义，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莫白，在你心里，我们2个是真正的情侣吗？你把我当女朋友吗？我们不像真正的情侣吗？反正我觉得怪怪的。虽然我们已经很亲密了，可是我觉得跟以前没有什么区别啊。我们见面的时间又少，都没有单独去约会过。你觉得这正常吗？
这个问题我以前没有想过，但是我现在正在研究。研究？这是常识。你都研究些什么？研究情侣之间应该做什么，什么是爱情。莫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可是我觉得，爱情不是科学实践，而是要用心的去感受。那应该怎么感受？我们约会吧。逛街、吃饭还是看电影？我不管。你不是在研究吗？你肯定研究了一堆情侣约会该做什么事儿。那就这周6，我等你给我一个完美的约会。你刚做完手术，该好好休息，不应该到处乱跑。贾大夫，我就想当着您的面儿跟您说声谢谢。谢谢您救了我，谢谢您替我保守秘密。我说过，你怎么做是你的自由，我无权干涉。但是你这样伤害自己，也失去了孩子，这种方式是不对的。我知道。对不起，我也是没有办法。贾大夫，您是个好人。既然有机会能够重新来过，就应该好好珍惜。其实，你还是挺幸运的，有一个那么爱你的丈夫。我明白。其实通过这次的事儿，我也想通了。之前总以为他不在乎我，所以他出差的时候，我那次就喝了很多酒，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儿。其实他还很爱我，我能感觉到。那你爱他吗？我也爱他。好好过日子吧。谢谢你。最近特别火的那个 No Care APP， 你也在上面吗？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您吗？好。今天要做腹腔镜微创手术，准备的怎么样？紧张吗？我还好。第一次做微创手术都会紧张。等你多做几台就不紧张了。我让你准备的腹腔镜微创手术的功课做的怎么样了？这种钥匙孔手术的方法的基本原理我已经烂熟于心。跟一道道长长的伤口相比，2、3个不到1厘米的小孔，无论是减轻术中的疼痛，还是对于术后的恢复都大有益处。但是如何避免因在腹腔内冷光源造成视野狭小的问题，如何克服大出血，还有如何避免碰触到不必要的器官，都需要在实践中累积经验。看来你准备得很充分，一会儿要进行手术实际操作。手术期间，你会面临各种问题，到时候你会发现，理论知识仅仅是理论，对实际操作贡献不大。对了，将腹腔镜镜头插入腹腔内，并根据图像显示对病人的病情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工作，就由你来做。我？你。气腹开口切割结束，人工气腹，放置腹腔镜观察。气腹受到干扰，干扰源光导纤维信号，智脑控制功能将受到影响。怎么会插入血管里？
再来。你在想什么？出去，给我清醒清醒。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做好准备了吗？我刚才让你做的只是手术中最基础的工作，你都出错，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要我来指导你吗？你5年的医学知识都学哪儿去了？进。刚才是我的失误，我为我的错误道歉。那你说说为什么会判断失误？身体不舒服和一时紧张都是借口，我不想听。你怎么理解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治疗与被治疗的关系。从客观上讲，你说的没错。但你知不知道，患者在动手术之前，不仅是把治愈的希望和信任寄托在我们医生身上，交给我们的而是生命。你知不知道，一个小小的失误对于患者来说，也许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手术台不是其他，没有从来，每一次手术，我们都要付出所有的精力和能力。对不起，主任。我希望你能认真体会我说的话。你们听说这次刚转院过来那个病人吗？听说病情很麻烦。患者肿瘤的位置比较特殊，恰巧处于肺主动脉与左肺动脉的分支处，贴靠在动脉的外侧，但是没有完全包裹任何一根动脉。这个病人还有很严重的低血压，手术没8个小时，估计也得5个小时。下午会诊集合了好几个科室的医生。你们说这次手术徐主任会带谁呢？莫白，你想上吗？我先去图书馆查点资料，一会儿去开会。啊。现在病人的情况你们都了解了，手术风险太大。我们这次会诊的目的就是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商量出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案。我建议先进行1个疗程的放疗，如果肿瘤和血管分离，就有手术的可能。如果放疗效果不好，就采取保守疗法。这种手术方法太常规了。但是病人有严重的低血压，全麻术中氧饱和度下降，有缺氧会导致脑细胞损伤。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饮食调节来改善病人的低血压状况，同时给病人进行放疗。还有没有人反对？你说吧。以病人现在的状况，单纯的 CT 是不够的，最好建议做 MRI 治疗，这样可以更加准确地分析病人肿瘤和血管的关系。如果没有淋巴结肿大，最好的手术就是扩大范围性的肿瘤根治手术，连同血管和肿瘤所在的肺叶一起切除，同时可以建立血管，弥补心包。你的意思是，让这一屋子人都听你的吗？陈医生，你有意见吗？好消息，新任务来了。什么新任务啊？一个基金会的捐赠活动，和你心爱的林医生息息相关。主编安排的？点名让你去的。哎，我这样去合适吗？合适，特别合适。再不走就迟到了。那个地址发我手机上啊。哎，你等等我啊，梦妍。主任，刚才会议上那个提议很仓促，对不起。任何一个方案背后，都是对病人状况的决定性改变。我不允许任何不负责任的方案，更不允许任何未计算过风险的建议。听明白了吗？可是病人的胸腔和心包已经积液，再拖下去
即使肿瘤没有破裂，也会引起心包填塞造成的生命危险。你提出的手术方案风险太大了，你有没有考虑过可能出现的后果？如果因为手术而使病人出现生命危险，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如果风险和治愈的机会并存的话，我觉得这个选择权应该交给病人本人。就按照我说的，暂时保守治疗，观察反应。今天有个慈善捐款仪式，你替我去，代表我们医院。下午不是还有手术吗？今天的手术就不用你跟了，你替我去参加那个活动就行了。带患者做个 MRI。徐主任同意吗？我会拿检查结果给他看。莫白，我知道你有权利给病人做 MRI， 我也知道你是为了病人好，但是如果违背徐主任的话，后果你想过吗？先给病人做检查，有什么后果我来承担。梦妍，我对你好吧？什么意思啊？乔可明啊，年轻有为多金，人见人爱，关键是人家这成就。梦妍，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就看你的了。什么机会啊？我跟我们家林医生刚刚开始恋爱，你作为朋友，你可不能拆台啊，不能破坏我萌芽的爱情。采访，我说的是采访。微微上次不是被他拒了一回吗？据说他超级难搞的。你要是能约到这位乔老板的采访啊，那岂不是又一次震惊新闻网？顺便也能带我火一把。不是，你以为我让你去勾引他呀？天哪，你这脑子里面哪来的这些不健康思想啊？你有资本吗？还想吃天鹅肉了？人家身边都是那些娇艳的模特，脖子以下全是腿。你呢？脖子以上就是腰的小短腿吧？差不多得了啊！说谁没资本，说谁癞蛤蟆呢？我只是对他的那个类型无感，要不然我分分钟拿下。吹！你今天要是能拿到他的专访的话，我服你。打赌吗？1个礼拜，你是大爷，我是奴才，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外加请你吃1个礼拜的饭。如果你能拿到这位专访的话，好啊，你等着。行。最近皮肤比较干，妆前敷一个小迷糊面膜吧，这样妆效比较好。
要是没什么事，就先去休息吧。是那个小记者吗？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知道我输给他了，是吗？你我只是合作伙伴，你没有输给任何人。可明，你也不会赢啊。他心里面有另外一个人，一样不可以被替代。那又怎么样呢？人生之路这么漫长，没走到最后，谁知道最后结果呢？可明，这么多年了，你明知道我对你的心意，可是你永远把我当成合作人，或是工作伙伴。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够好？你告诉我好吗？你哪里都好。没有心跳加速，没有增加肾上腺素，真是对不起啊。那他呢？我一想到他，我就控制不住我的心跳。也许这就是最简单的解释了吧。可是可明，外面记者那样写我们，你也从来没有否定过。我不在乎那些，我一向不喜欢向别人解释。不相干的人说什么怎么看，跟我有什么关系？很抱歉让你失望了，海玲。你就像是一个完美切割的珠宝一样光彩照人。我了解你，关心你，我也欣赏你。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的。我只是不爱你而已。对不起，打扰了。没事儿。乔可明，林墨白，附属医院的医生。你好，你好。我想要我喜欢的人给我一个吻。林墨白。海玲。天哪！余悸啊！这哪家媒体啊，手速也太快了吧！你看这角度，肯定是偷拍啊！这手法抓的也太准了吧！你输了。啊？为什么？这种绯闻一出啊，当事人是根本不会再接受采访的啦。那可不一定。
好，请慢用。谢谢。林医生是孟言的朋友吧？我知道，你也是孟言的朋友。孟言眼光不错，林医生实在是令人过目难忘。谢谢。对不起，我不知道会这样。无所谓了，只不过你又要忙着应付各种采访了。现在让我们有请爱迪尔珠宝新锐设计师乔可明先生为我们带来稳钻系列新品，掌声有请。真没想到他的关注度比一些明星还高啊！那个绯闻一出啊，我们拍什么都不重要了。那可不行，我们不能被一条八卦压死。吻，炽烈而又让人心跳的一个字眼。王子浪漫的一吻，唤起了沉睡的白雪公主。在多少经典的故事里面，它代表着甜蜜，代表着温馨，更代表着缠绵悱恻的爱情。将炽烈的吻融入到钻戒当中，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电光火石呢？爱迪尔珠宝吻系列，开启吻的浪漫之旅。感谢乔可明先生与海玲。本次爱迪尔珠宝稳钻系列新品发布会还有一项重头戏，那就是爱迪尔珠宝将会与儿童慈善基金会联合，对本市的几家医院进行一个慈善捐赠仪式。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医院方代表林墨白先生以及儿童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周玉先生，掌声有请。谢谢两位，请两位下台。你没事吧？你没事吧？谢谢。没事吧？没事。痛吗？活动一下。没什么感觉，没事。那应该没伤到骨头。不过呢，我建议你去医院拍个片子。谢谢。你这是救孟言受的伤，回头啊得让孟言好好谢谢。他们这儿只有冰块，他怎么样？要不要去医院？我建议他去医院拍个片子。不用了，没那么严重。哦，忘了给你介绍了，这是我男朋友林墨白。我已经知道了。对不起啊，因为我害你受伤了。对不起这3个字就太生分了吧？不如你请我吃顿饭吧。我不是欠你个专访吗？要不就今天吧。林医生也一起吧。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我呢一会儿还要回医院呢。哦，那晚点联系。好的。那我也走了。你说啊，嘚瑟死你！哎，他们俩这样，你不介意啊？我应该介意吗？
给。啊？我手疼，开不了车呀。我的技术你放心吗？你敢开，我就敢坐。那好吧，走吧。走吧。海玲小姐，关于网上疯传的您和乔可明先生的亲密相拥视频，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们只是朋友，大家非要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那所以您和乔先生是什么关系呢？他发掘了我最美的一面，而我也点燃了他的设计灵感，所以，比起那些钻石珠宝，我应该是乔可明最完美无缺的设计作品。好的，太谢谢你了，海玲小姐。我警告你啊，你再这样没事看我，我会分心，很危险。今天谢谢你啊。谢谢、对不起这几个词能从咱俩的对话词典里都删除了吗？你累不累呀？早知道这么麻烦，我就不管你了。不是刚才那事儿，我跟我同事打了个赌，你让我赢了一局。我吗？你就完全不担心林医生会吃醋吗？吃醋说明他在乎我呀。可是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并没有吃醋啊？不吃醋说明他相信我。贾梦言，你就对他这么有信心吗？错，这叫自信。主任，患者已经做完 MRI 了，但 MRI 检查显示，患者的肺动脉干出现夹层，胸腔出现严重积液，已经做完胸腔穿刺了。你还是自作主张给病人做了检查。和你判断的一致。如果我现在再问你方案，你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来的吧？建议采用动脉瘤切除术，结合右心室流出道置换的方案。那病人的低血压怎么办？修改麻醉方案，术中加推甲肾上腺素进行升压，如果不行，进行大量输血。通知手术室和血库，马上准备手术。今天你来配合我，我们一起完成这台手术。主任，您不怪我自作主张了。今天的捐款仪式还顺利吧？一切顺利。那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去准备手术？是。我说随便，你就是这样随便的呀？你手行吗？我来吧。哎，怎么不说话呀？你是怕你说话牛排跑了，还是牛排熟了咱俩不熟了？味道怎么样？终于开口。你是记者，我是你的采访对象，所以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认真考虑才能回答。而且我在专心做一件事的时候，一般不喜欢跟别人对话。如果知道受伤了能得到你的照顾，我应该早一点为你受伤。主动受伤那叫自残。味道怎么样？特别好吃，不老也不生，火候刚刚好。你跟林医生什么时候开始的？没多久。那你们认识多久了？也没多久啊。火候还不够的恋爱，
味道如何？现在感觉不错。是你追的她吧？当然啦，可能你们会觉得我不够矜持，可是我愿意，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去表白一个喜欢自己的人叫追求，去追寻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叫奢求。不过奢求也没错，只不过会辛苦万分。莫白是喜欢我的。你确定这件事儿是在你追求他之前，还是在你追求他之后呢？我的爱情有3步境界：心照不宣、乐此不疲、至死不渝。在最初相识相见的时候，彼此的情谊心照不宣。在恋爱里，2个人不管在一起做什么事儿，甚至是可笑的事情，都乐此不疲。在之后，坚定信念，至死不渝。那他说过爱你吗？乔先生，今天是我对你提问，为什么你对我的私生活刨根问底呢？哦，那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说过爱你。看来所谓心照不宣，也是火候未到，现在大概还是不明不白而已。为什么脸红？我没有。为什么结巴？你为什么紧张啊？我没有紧张，我警告你，我有男朋友，你不要再对我，不要再追求你是吗？其实我这也不算是追求，仅仅是一种奢求而已。怎么？难道你怕你会改变心意？会喜欢上我？哼，吃吧。担心会动摇的爱情啊，不是真正的爱情。蒋梦妍，你只是爱上了一个爱一个人的感觉，是被你自己给打动了。爱情和死亡一样，都是霸道任性，不留情面，没有任何理由的。那你今天跟海玲的视频，也是没有理由的吗？海玲本来也不是我的女朋友啊，那只是一个朋友之间相互安慰的拥抱。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不是一个喜欢向别人解释的人啊。我从来不向不相干的人解释，但是你不一样，我很在意你的感受。你有没有想过啊？通常这种视频能拍到的角度，都是提前准备好的，否则怎么能这么凑巧呢？所以你知道有人偷拍，可是你配合。如果只是朋友，那么之前的绯闻你从来不澄清，一定不是为了你的品牌，而是为了维护海玲的形象和面子。可是没想到，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反而对她造成了更大的伤害。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看上去有点蠢吗？实际上，聪明的过分。我的智商一直都不太稳定。和聪明的女孩对话，有一种棋逢对手的快感。这个世界上好看的女孩多了，
配得上棋逢对手的，十分难得。如果没有林墨白的话，你会考虑我吗？我不知道。我承认你很优秀，但是我第一眼看到的，让我心动的，就是林墨白。我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管道理应该是怎样的，我相信一见钟情。我说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你刚刚说的那种假设，我们只会是朋友，不会是恋人。谢谢你的坦诚，不过这也是我喜欢你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的专访要变成情感八卦新闻了吗？好啊，请开始你的提问。不过我觉得你的个人经历、设计理念，应该没有什么人会感兴趣吧？要不然，我们还是继续聊你的情史和爱情观吧。到底是你的读者想看呢，还是你想看？手术怎么样？实行切除的时候，血压有点不稳定，加推了甲肾上腺素，就稳定了。我们都替你这老把汗啊，徐主任没说什么吧？在徐主任那儿，没有批评就是最好的表扬，你就知足吧。林墨白，来我办公室一趟。不会要批评了吧？不好说。这台手术很成功，不过我还是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坚持？奥地利一家医院有相同病例，那个病人和我们今天手术的病人病情十分相似，采用的也是同样的手术方案。那个病人比我们今天的病人还年轻几岁，他们一开始采取的也是保守治疗，但是最后还是出现了压迫血管的情况。奥地利的病人，我们刚接手不久就进行了会诊，你哪有时间调取资料？之前看过相关资料。这是我的一部分手术流程记录，你可以挑你感兴趣的看看。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和我讨论，不许复印，要全部记在脑子里。看完之后和我说一声，柜子里头还有。去吧。谢谢主任。墨白，找护士要一份我的手术安排表，你多跟几台手术，我相信你的水平。谢谢。什么呀？哇，徐主任的手术流程记录啊！是啊。他没有怪你假传圣旨啊？是我不对，但是都是为了救人，徐主任没跟我计较。那是你运气好，真要追究起来，恐怕你就不能留在医院了。不仅救了人一命，还能开手术记录，因祸得福啊你！啊，你说徐主任这么高冷，肯给你看这个，够器重你的。哎，时间还早，我们出去庆祝一下吧。我不去了，我有点累了，你们去吧。哎，瞧瞧，啊，这高冷的样子，和徐主任简直一样一样的，亲师傅，亲徒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墨白不是说了让你去医院拍片子，你为什么不去啊？我每疼一次，你就会愧疚一下，这样很好。
就算骨折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你是不是疯了呀？可是如果严重了，搞不好要截肢啊。那你岂不是这辈子都要对我负责了？哎，杨过断臂断的是左手还是右手来着？人家断臂之后也很帅啊。哎，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好，好好开车，看路。对不起，我不知不觉就开到我们家小区来了，我还是先送你吧。不用了，早点休息，我可以。你叫代驾？要我送你上楼吗？哦，不用，谢谢。你确定你没问题吗？要不我帮你叫个代驾再走？真不用，早点休息。晚安。骗子！充电完毕。爸。啊，醒了。你一夜没睡。哎，对了，昨天晚上你电量消耗异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可能是手术时间太久了，消耗太大。来，坐吧。你这是在做什么呀？我准备研发一种高能便携的移动充电设备，这样的话你随时都可以充电，不会再出现在外边临时断电的这种尴尬。爸，谢谢你。我也替我的病人谢谢你。昨天我们的手术成功挽救了一个病情十分恶劣的患者。爸，是你研究的人工智能救了他的命。你真了不起。我知道了。要不做早餐去了啊？今天咱们吃煎蛋吧。好，我现在去做。你也很了不起。第一，你的约会对象是个男人，所以你要尽情地展现你女人的魅力。我知道，裙子、高跟鞋、黑长直。可是黑长直，臣妾做不到啊。没事儿，化点自然妆弥补一下。化妆包我带了，下班就补。口红千万不要涂大红色，浅粉色比较适合你，橙色也行，可以提气色。哦，对了，这个是我新买的，双色的，涂上去会有一种咬唇的效果，显得特别少女。会不会想 kiss？收起闹花痴的傻笑，优雅，一定要优雅。还有，你说慢点儿。没错，第二个就是说慢点。任何一个叽叽喳喳像打机枪的女人都不会讨男人喜欢的，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再说一遍。记住了。记住就好。
吃饭的时候呢，你也别点太多，不要让他觉得你是个吃货，满脑子都是吃的。那我点几个呀？点菜的权利当然是交给他了。如果他问你想吃什么，你就给点建议，千万别说随便，这样会显得你很没有主见的。要是他有意见的话，你就都听他的呗。反正吃什么不重要，吃定他才重要。吃定他以后，再点好多好吃的。结账的时候呢，你可以象征性的掏出钱包。据调查显示，吃完饭后主动掏钱包的女生更讨男人喜欢。请他吃什么我都愿意。哎，收起来，把你这种奇怪的想法都给我收起来。吃完饭后你就听他的安排，可以到附近散散步啊，看看夜景什么的。然后重点来了，你要挽着他的胳膊，手臂内侧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又叫女友区域，是专属于女朋友的地带。你要经常接触这个地方，潜移默化的给他洗脑，他的脑电波就会把这块区域划分给你。同时呢，他也接受不了被其他人挽着，这样就相当于你在他身上印了一个条码，只要一有别人靠近啊，就会哔哔哔的发出响声。哎，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的？你看，我关注了几十个这种恋爱技巧的微信公众号，刚才说的都是我经过多方理论精髓得出的一手资料，纯干货。今天我说的呢，都是最基础的关于第一次约会的东西。要是以后啊，你们交往深了，我还可以教教你男朋友生日要送什么啦，纪念日怎么过啦，还有第一次旅游需要注意的事项啊。然后我再请你吃大餐，对不对？当然了。你看，好多啊。干嘛？我想请教，怎么和女生约会啊？真的假的？你这么高颜值的男神，不知道怎么追女生啊？你能帮忙吗？那没问题啊。我是谁啊？本人14岁就开始谈恋爱，经验丰富。14岁？对啊，现在18岁。你才18岁？哎，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这就是教你的第一大招。女生呢，最不愿意正视自己的年龄了，看见阿姨呢喊姐姐，看见姐姐呢喊妹妹，看见妹妹呢喊宝宝，这就是人间正道。这么肉麻？哎呀，到时候你们热恋的时候还嫌宝宝不够肉麻呢。Honey， 甜心，亲爱的，小甜甜。